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两句话，一句呢叫“关你屁事”，还有一句呢叫“关我屁事”。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两句话呢，并不是特别的雅，也并不是特别的有礼貌，所以呢，你们在使用这两句话的时候要注意场合。当然，也最好不要告诉别人这两句话是我教的。会想要跟大家讲这两句话呢，是因为，前两天我跟我的室友闹矛盾，然后呢，我非常的不开心。我的姐姐就是用这样一句话来开导我的，这句话就是人生80%的事都可以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这两句话来解决。当然了，这句话也不是我姐姐说的，而是来自于知乎上的一篇挺有名的文章吧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顺便呢也教大家这两句话在什么场合当中使用。如果你们不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，那我稍微改变一下。关你屁事，其实呢就是关你什么事；关我屁事，意思就是关我什么事。那我不知道我这样改了以后呢，你们是不是就可以明白了？当然，如果把这两句话当中的屁改成什么？虽然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确实是少了一点气势和韵味。当然，你们在用这两句话的时候呢，是需要一些表情来配合的，就比如说像图片上的这样。那我觉得语言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比如说把一些中文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，我总是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似的。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掌握英文的精髓吧。关你屁事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？就比如说你30+了，但是仍然是单身一人，那你的亲戚或者朋友，或者是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邻居，都会跑来跟你说，劝你早一点结婚啦，早一点生孩子啊，巴拉巴拉巴拉。那可能对于亲戚和朋友，你在表面上不好意思当面去说他们，但是你可以在心里默默的暗念一句“关你屁事”。那说到底吧，就是结婚生小孩都是个人的选择，是属于我们的个人领域。再比如呢，有些人评论你的发型丑，你新买的衣服难看，或者呢是你看的书没有营养等等，在这些场合你都可以用关你屁事来回应他们。所以呢，关你屁事其实呢就是保护你自己的私人领域，不被侵犯，减轻一些外界对你的不必要的干扰吧。下面再来看一看关我屁事这句话。比如说在公司里，有同事总是让你做一些你职责以外的事情，那你做1次2次呢，可能你是帮你同事的忙，但是他总是让你帮忙，总是让你做一些不应该你做的事情，在这种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关我屁事来回应他。当然啦，同事之间还是友好一点比较好，关我屁事这句话在心里说说就好了。那再比如，网上呢有非常多的明星的八卦吧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网友呢对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的津津乐道，也非常喜欢评论这样的事情。甚至呢，有一些网友会因为意见不合，在网上打口水仗。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呢，就是关我屁事，看看就好啦。如果你有精力在网上吵架的话呢，还不如把这些精力放到自己的学习或者是工作上，可能可以产出更多的东西吧。
所以呢，关我屁事这句话，其实呢是可以防止你受他人领域过多的影响，帮助你呢关注于自己的事情，而不是关注于其他人的事情。好了，现在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跟我室友的矛盾。其实呢，这一个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除了沟通以外呢，其余的时间都在忍耐。其实话说回来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，就是他碗不洗，垃圾不倒，而且呢从来不打扫。如果现在有人跟我说，不要在别人的背后说坏话，那我可能就会回应一句，我就爱说，关你屁事。不过呢，那天晚上面对乱糟糟的客厅，我确实也说了一句关我屁事。不过呢，第二天早上一起床，我就帮我的室友把垃圾给倒了。其实呢，我就是不能忍受家里有那么多的垃圾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，也非常感谢你们听我发牢骚。现在我感觉好多了，没有那么生气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